哇哦，哇哦11点热茶店，健康熊爱差。大杯小杯拢免惊。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尾牙季？我的天哪！尾牙之后又春酒，然后又加上有人又生日，一杯接一杯。有人生日吗？有，就是你们水瓶座生日有，对，一杯接一杯，哎，对，喝酒机会多，喝酒喝到身体在对，而且啊，通常喝醉酒的人都不知道，他都信誓旦旦说我很清醒，但是就算你平安到家，你第二天醒过来，一定哪里都痛。对呀，头痛、喉咙痛，然后胃痛，对，然后有点后悔。对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民间就会有都市传说，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偏方，什么蜂蜜水啊，然后还有什么气泡饮料啊、运动饮料啊、B 群啊，什么东西解酒药，整个加一加再喝下去，什么你这样就会好。有的人用这个方法也许可以，可是大家的酒量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哈，有些人甚至还说是用喝酒来解酒，神经回魂酒就这样子，一听就是试过的。这个听起来就很不靠谱。对啊，奇怪。你以为那解酒，其实你在乱搞你的身体，乱搞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到底什么样才是真的解酒，什么又是迷思，好不好？欢迎这些爱喝酒的来宾，来，欢迎赵志平，还有松哥，卷如学的也来了，再来欢迎营养师 Sophia， 欢迎功能医学科的欧汉文医师，好，以及家医科的郑明璇医师，欢迎。好，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就是酒后那些怪症状啊，我们一一击破，好不好？来，首先看第一个 ，Number One。酒醉防御术失灵防御术失灵，防御术失灵。对，我听说有一些人喝酒之前一定要吃些什么，对，姜就比较不会解酒药，对，好像有，对，姜黄之类的，是最近才有姜黄，以前哪有姜黄这个东西哦？预防性的东西，比如说以前我们坐长途车会有防吐的、防晕的船药啊，对，那有这种预防的药吗？在有，我们那一代，听我把故事讲完就知道了啊！来，催吐了，差一点催命啊！这个要讲也都是以前年轻啊，比较荒唐，而且那个时候对医疗常识不明白。以前都是听信偏方嘛，或者是老一辈的说啊，喝酒前吃什么，要干嘛干嘛的。对，现在是尾牙季啊。对，以前我就发生过在吃尾牙的时候发生事情。那时候我刚去人家公司上班，我是新人，我们做了大概半年多就遇到尾牙。那尾牙当然就。说实在的，吃饭的当中我们是最小的，所以我们一定是一直到处进嘛。谁知道你再能喝的那个胃啊，再好的肝啊，都没有办法以一挡百，最后还是挂掉。好了，那当然你隔天以后呢，去了公司啊，就是被人家成为一种笑柄。那这一讲就可以讲1年了，对不对？这要讲1年了。他笑你什么？别干拎哪里呀？赵正平，别干拎是什么？哎呦，就对不起就搞。你们勾起我当时那些人的嘴脸，你知道吗 ？PTSD 都来了。听说是当时喝醉了脱裤子，在长官面前脱裤子给人家看，所以这被人家讲了1年了。有一点糗啦，对，就很糗了。可是再糗不应该在人家长官面前脱裤子啊，你懂我意思吧？所以隔年的尾牙，当然我自己就知道，听信一些所谓的这个偏方，要做好预防。对，那就当然是尾牙的当天，我们就半小时之前就先喝了解酒的饮料。我就准备了2瓶，我还准备了胃乳，还有准备了胃药。哎呦，因为当天你们要知道，通常尾牙不可能吃完1团就结束。对了，大家年轻的主管还是员工，一定会有所谓的第2团。第1团呢，我先喝了解酒饮料，解酒饮料喝完了以后呢，我看那个尾牙的中场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点会顶不住，所以我会偷偷跑出去外面再补第2瓶。哎呦，补了第2瓶以后，整个信心大增，就说大家来喝吧，妈喝死我就不相信，对不对？结果运气很好，第1团结束以后呢，我觉得我没什么醉，我大概好像只有个4分到5分。挡住了，顶住了，对，不错啊。对，就我就认为是那个解酒的饮料应该有帮上忙了。有。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同事有的都已经挂了。
有的就先走了。对，那笑他们是不是？我也不先不用这样。我当时心里面想，因为马上要去 KTV， 我们要去抽奖，我们的部门你知道。那大家就结束了嘛，好，那就去 KTV。我那时候年轻啊，烈酒我们喝不多，我们都喝啤酒，所以我也喝得蛮胀的。对，所以我心里想，要不我先去吐一下，先把里面的酒精先吐出来，过会再灌多少都不再怕啊。我的当时想法是这样。哇，好，然后呢，我就先去用手指挖催吐，可是说实在，因为没有很醉。要催吐真的有点难，所以就挖的比较深。可能因为我大概也有5分的醉意，所以挖的比较深，可能有点弄到喉咙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吐的时候有带一点血。哎呦！所以那时候呢，再补一颗胃药。我心里面想，因为刚刚可能有点吐血，你知道，担心那个血到胃里面会伤哦，会有点什么问题，所以先吃了一颗胃药。胃药下去啊，然后就进去里面啊，大家就开心啊，嗨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点没来由的担心，我好像会醉。然后呢，包厢没有厕所，我就假借尿遁，我就进去里面，赶快把身上最后的2包胃乳全部打开，全部都灌进去。因为我在想，我顶多再撑1个半小时，撑到抽奖，我拿到东西，不管大奖小奖，拿完就回家了，对不对？这是最聪明的嘛。好，2包一灌完，一出去，做不到5分钟啊，怎么了？我全身发抖，哎呦，抖到我不知道没来由的全身会抖，眼前突然有一阵黑，又不清楚，又一阵黑，又这样晕眩，对，就开始有点没来，然后就开始瘫在。所有的同事就看我往那个后面沙发这样靠，同事说：“怎么醉了是吧？哈，没干力没有？没干力，烂咖，对不对？刚不是很屌？你就躺平啊，赵正平。”然后我就赶快躺得真平啊你！因为那个时候我赶快手举起来，跟我同事讲说：“我说我快不行了。”同事还认为我不知道在装还是在演什么。然后有个同事看我真的，我脸发白了嘛，整个发白了，然后整个那个眼神是往上吊的嘛，翻白眼那个样子，怎么了？我也不晓得。然后他们说，这个样子不对，我们赶快送医院。送医院。医生是说，我应该是类似像胃痉挛呐，吃那种太多那种莫名的酒精加解酒液，又加胃乳，又加胃药。这样子让我的肠胃肠道整个不适应，就整个翻上来啊，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打点滴啦，躺在急诊躺也3、4个小时，对，才慢慢有点元气，慢慢有点元气这样子。那这个同事有来医院探访你吗？没有，就送的那2个嘛。赵正平，又打点滴哦。你躺平啊？怎么可能会找个酒鬼来送我进医院？送死吗我？是你的同事吗？不是，当然有正常的同事，也有不喝酒的同事啊。对不对？也有不喝的啊。对，你以后还敢喝吗？后来那一次就最少停了3年，不敢这样喝。对他们也不敢再怪你了吧？对，吓到。哇，不可以拿这不行，乱喝加乱吃，这不行。对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真的乱喝的。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是去酒吧玩，然后我还跟他讲说，这一家慢慢喝哦，他们的调酒虽然喝起来就甜甜的，很像美酒，但是酒超浓。对，就是我在那边只能喝大概3杯4杯，我就真的已经不行了。然后所以我就跟其他朋友也都是慢慢喝，但其中一个男生朋友呢，他就说，这怎么可能啊？这就是美酒。我在家都是跟我爸喝高粱，他掉以轻心。对，然后他就喝超快的哦。我们还在第1杯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第3杯了。哇！对，然后后来他就突然跑去厕所，他就说：“我要上个厕所。”然后我们就心里想说：“哇，他很能喝那应该就只是尿遁而已。”可是他就去厕所好久哦。然后我们就原本想说，那去厕所看一下他怎么了这样。结果我们才起身而已，我们就听到嘣的一声，想说哇，他怎么了？结果我们就进厕所的时候，因为那个厕所就是有点小开放式，然后整面墙、4面墙跟那个玻璃全部都是他的吐。Oh my god！
他就等于是喷泉啊，对，他来不及去那个马桶，所以他一定是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就大吐特吐，然后全部都是，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在那个洗手台是这样子趴着的，然后还有流血，然后我们就心里想说，天哪，是哪里流血？然后我们就从他的头开始慢慢指，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打开他的那个嘴巴，哇，他的门牙断掉了，哎呀，哇，撞到，代价好大哦。所以我们对代价超大的，因为那3杯酒900块，但他的牙齿哇好几万，几万，对啊，只是一辈子的事哎，对，然后真的他就是。赵哥是被讲1年嘛，他是被讲一辈子，这个也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大家还在讲他，对，可以拿来上通告。对，只要他一笑的时候，我们就说哦，门牙还在啊。真的是耻辱哎。那他后来还是喝，后来还是有喝。东马是会先还敢这样子唱秋吗？就不敢了吧。我觉得他还是有喜欢，因为像赵哥刚刚讲的，讲说啊，我从今天开始不喝。我的朋友他们也常常讲这句话，可是隔天的时候还喝，一早就出来了，我甚至还有朋友，他就是前一天哦，他就是摔断腿，对，然后结果后来他隔天呢就有朋友去找他，那我心里想说他应该不会出现了，结果他还出现，他骑着 U-bike 哦，骑着 U-bike 还骑 U-bike，超夸张的，就是想喝一下啊，但是这样吹，像刚刚赵哥那样催吐的方式，其实是不建议的，对不对？还是对，其实这样会比较容易醒吗？没有，其实真的很不建议大家催吐，因为大家真的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喝下去，我先把它趁它还没起效吐出来就好。可是其实这个吐很长，它其实蛮伤喉咙跟伤我们的食道的。是，像有一种吐真的是会出事。最近因为是尾牙季节，其实急诊是碰到不少的，因为我们其实吐的这个量很大，像刚刚你刚讲那个，它是这样喷射性的。对，你看连小 baby 吐奶都可以噗这样子，就它力量这么小都可以喷，更何况是我们大人。所以当你这样反复很容易吐的时候，我们食道是会裂伤的。那因为食道我们是都有黏膜，所以它本来血管就供应的比较多，那这时候出血量就会很多，所以你就已经后面不再吐，你是开始在吐血了。哦，那这种就会被伤到，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食道，因为你这个没有赶快处理的话，你可以一直吐哎。那还有另外一种，对，其实听起来真的蛮可怕，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大家想说哦，就喝酒吐一吐就，可是因为喝醉的人是会反复的。这样子，那个力量是强到可以对直接撕裂，让你的食道是撕裂伤的。那还有一种吐，其实也蛮可怕的。但是一些有一种比较会酗酒的族群，他们比较容易会肝硬化，那他们的肝就会变得像一个硬邦邦的。那这时候我们血管的回流就会有点像压力大被阻塞，像水管前面在阻塞的时候，所以压力就会往后延伸嘛。那所以这时候我们食道的血管就会开始扩张，就很像我们吹气球，你气球没有吹中那个墙壁是比较厚的，你把它吹得很大之后，墙壁就变薄。所以当我们血管变得很扩张的时候，它的墙壁很薄，所以你这样一吐，那个更大，那个是会这样抱着脸盆吐血进来急诊室。可是真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样子，或者一个垃圾袋这样一直啪这样吐进来，那就是肝硬化了。对，这种是肝硬化，但这2个其实都是因为喝酒引起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喝1瓶玻璃瓶的啤酒，可能就差不多要醉。我现在可以喝6瓶还不会醉啊，那什么叫训练出来的吗？慢慢的喝，慢慢的。是他的脑子松懈了，松懈了，坏了。以前1瓶就打警报，现在觉得2瓶好像也。赵哥今天怎么一直被攻击？整个就是你的大脑催眠自己说，我现在其实我还可以这样子，但其实不代表说你身体代谢的是变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医师们，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喝酒了，有没有自保的方法？对，但当然会觉得说，一定先不要空腹嘛，大家都一定知道说空腹喝酒，要吃点东西。对，那当然一定要吃点东西。那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对，那通常来讲，我会是建议，就其实我们的酒精都是在小肠被吸收的，所以我们空腹的话，我们以前不是说喝酒可能直接什么喉咙借过，对，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吃东西的话，连胃都借过，就直接进到小肠被吸收进去。对，那所以的话呢，那吃东西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吃一些高脂肪或者是高蛋白的，高脂肪，对，比如说像是酥鸡吗？像是坚果类，然后或者是说肉类，我们可以吃一些像是鸡肉啦，或者是像吃 cheese 啦，或者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可以喝点牛奶。哦哟，对，像这种牛奶护胃，因为这种其实蛋白质的东西，它其实就停留在胃里面停留的比较久，所以它可以延缓你的酒精进到小肠的时间。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尽量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先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那可以延缓酒精的吸收。那第二个，大家刚才讲解酒液嘛，其实解酒液里面大概就不外乎就是一些水分、B 群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肝脏解毒的效率提升。对，那所以我们可能吃一些 B 群啊、C 啦、镁啦等等，其实都会有些帮忙。而它里面不是还有牛磺酸吗？对，牛磺酸也是，它其实也是去协助肝脏去做代谢的一个物质。他真的很有研究，对，自己本身也是专家了。哇，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第二条是什么？好，身体的 SOS 求救警讯，严重了，严重了。有这个这一次真的有严重，是 whisky 下肚，像在被超度。哎呦，我们那天也是去酒吧，我们先喝啤酒，然后后来又喝了红白酒，反正就乱喝，调酒了这样乱喝。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啊，既然大家要这样拼成这样，那最后我们就要加一支 whisky， 然后这一支 whisky 喝完就算了。可是其实喝到大概后面，其实大家都很醉了，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了。然后我们就把。其中就有一个男生，他就说，反正公杯就在这看那个样子，这一瓶倒出来就刚好满一个公杯，然后就这样倒，然后我们那一次才4个人。然后我们就说，那不然玩游戏，输的就最后把这一杯那一个人就喝掉就算了，这一拖就结束，就别喝了吧。对，然后我们就玩到最后就我输嘛，然后想说哇那一天也很晚了，算了，就是谁怕谁啊，就喝到现在我觉得也还好啊，然后就那一杯 whisky 就一次这样把它喝掉，对，就干掉。多大杯啊？公杯这样子，就是公杯。对。然后我就喝掉，然后一喝完，我们还坐在那边聊天，大概没有3分钟哦，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大冒汗，整个背是那种 T 恤会湿掉的那一种，就在冒冷汗。然后我觉得有那种快要灵魂出窍的感觉，但不是晕，不是喝醉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说那要不然坐一下喝个水啊什么的，可是那时候是啥东西你都再也喝不下了，你觉得你喝下去就是原地一定会喷泉，对。然后我就坐了5分钟，我就跟我同学他们讲说，我说送我到医院，我觉得我现在只要没有人搀着我就是直接会这样子倒地的感觉。然后他们就说这么严重，我就还在那边晃一下，然后就叫了一台计程车，就2个男生又把我撑上那个计程车，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到急诊室去。然后我在那过程就是开始拿塑胶袋，就是有点那种又反胃了，然后但是吐的量它不是很大，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在计程车上是没有发现，是到下车进急诊室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袋子，袋子里面是有那种深咖啡色，还有一点点鲜红色，就是吐血了。对，然后医生就一看，他说你呕吐的东西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他看，然后就开始 Q 人，就也是马上吊点滴，他就说你这个是什么急性酒精肠胃炎，然后它就会伤你的胃的黏膜还是什么，你等于就是里面在出血，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是我喝醉我也吐不出来，所以吐那几口实在是迫于无奈没有办法吐出来，但如果大量吐的话，你可能会吐很多血。然后我就说那现在要怎么办？他说哇，你这个大概再慢来3分钟，他说跟你保证一定就是洗胃。我那一天急诊室也不是3-4小时出去，他是让我留到隔天快要中午的时候，他才让我就是办出院。他说你这个很危险，他说你们就年轻人再继续喝喝下去没几年人也走了啦。对，我那一次真的有吓到，混太多酒，混太多，然后又喝，对，就一次大杯又把它这样喝下去。我就讲个最近，我才2个礼拜前参加人家那个尾牙也是。现场有艺人啊，我真的不想骂他，人家现场在嗨在跳舞干嘛？结果他去惹人家完以后呢，他看到我后又叫了我一下，然后就把那一瓶红酒还有8、9分满的拿来给我，说叫我要整瓶喝掉，吹掉。你说也是这样吗？那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那边就也怎么讲？应该说也有点身份，不好意思说人家这样子，我们说不要喝一杯就好，不好意思。好，就真的拿起来就喝一瓶。
红酒是真难喝，我边喝边骂，但没办法，就必须要把它喝完。那这样子喝完不到5分钟时间，我喝完，我一坐下来我就知道不对劲了。为什么？因为喝太快，那个酒已经冲上来了，整个脑子啊，还有整个身体状况就很不舒服。所以酒是不能喝太快，对，喝快再好的酒哦，喝也是受不了，身体也反应不过来啊。那你又有脱裤子了吗？2个礼拜前那一天没，那一天没，那天没有，那天没哇，不幸中的大幸啊。对，但是宋哥，你刚刚讲到的是说你喝酒会喝到就盗汗嘛？对，可是我近几年我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无论你喝多或是喝少，或是只有姜母鸭、麻油鸡这种带有一点点酒精的东西，我可能假设我12点睡好了，然后半夜3点是全身会盗汗到那种你开冷气，你是全身还是会一直出汗，出汗到床单会湿的那一种，好热。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只要喝了酒，隔天就是眼皮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假设你今天醒来10个小时，它就10个小时一直持续不断，一直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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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我们的人体不超过我们的那个 control 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害怕。对，所以我就想知道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的问题。对，其实主要很多其实都可能就是那个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对，那可能就是说，可能刚好你最近可能也比较疲劳、疲累，然后所以就喝姜母鸭等等的话，它可能会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的协调。再加上酒精进去，本来就会让血管收缩放松的机制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你就可能血管一收缩又放松，所以就容易会出汗这样。Sophia 营养师，其实这类问题我们在诊间看到蛮多，就是其实随着年纪增加嘛，我们会发现说，我以前吃鸡排喝珍奶都不会胖，我怎么现在吃这么少也会胖？喝酒也是一样，我以前都可以喝很多，我还可以喝到早上再去续托，然后再接着上班都没有事，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喝那么晚？但是我隔天就废掉1天。是的，对，因为其实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代谢会下降，然后包含我们的消化液都会下降。那其实我通常遇到这样的个案，我会一并评估他最近整体的精神状况，比如说工作压力有没有比较大，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需要熬夜啊，或者是说他有时差，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他的酒量。都会，所以赵哥要注意哦。好，我现在不会啊，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时间喝的拖比较长，所以我比较不容易醉。是我大概1个半小时可以喝掉1瓶 whisky 啊。1个半小时，差不多可以喝掉。这样也不太好吧？这是正常的吗？这算是一般是不是？你觉得？没有，有比我喝更快的嘞。还有没有？我这算慢哦。卢学瑞，你觉得这样好吗？他自己也一样啊。你可以更快，你为什么嘴软？我觉得很不错。很喜欢。学瑞搞不好喝比我还多。什么酒鬼的话？学瑞搞不好喝比我还多。那我们这边都在摇头呀。我们一定要举可怕的例子来吓吓他们。郑医师说，我跟你说，我之前碰到一个案，就是喝酒喝到眼睛看不见。哎呦，对，这就是有个年轻人暂时性的还是永久的？他那个是还好有稍微恢复，可是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视力。因为就是这个病还是年轻人，他去那种度蜜月，所以就去那种海岛，那海岛就喝了很多路边那种很便宜的调酒啊，各式各样的酒，所以就喝了好几天。然后他其实，在那边的时候，他就觉得视力有一点模糊，可那时候他们就反正很年轻，对，也不觉得。后来回台湾隔天。他就是去睡觉，睡到下午的时候他就醒来，他就看不见了。他还跟他老婆说：“我怎么已经今天睡一整晚，睡到晚上？”他说：“你怎么不开灯？”就他老婆吓一跳，因为那时候是大白天。他说：“你怎么？”他就说他完全看不见了。天哪！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喝到假酒了。哇！对，因为你有时候那种很便宜，你更不知道你喝到的是那假酒。跟它就有一点像，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它会减少它的对，很像是影响它的血管供应，所以它暂时它是完全看不见的。那这个就算恢复中间，它已经拖了一下子，所以它其实后来视觉中间有一块是看不太清楚的。对，所以喝酒真的要小心，不是只有吐一吐这样就好。不是啊，你那是喝到假酒，我们怎么可能喝到假酒？但是你有时候不知道，你知道？不会啦，我们不会去乱喝，跟不认识的我们也不会去乱喝啦。出去喝也会自己带啊，对啊，自己带酒，自己带酒，对，很正常，这没什么啊。现在你要就是喝酒喝到自己都会。就是带酒，有的时候他们上一集在录那个做菜的节目，做菜的会有一些酒留下来啊。你说米酒吗？或者之类的。米酒你也好，米酒你也喝？米酒不是酒的，你欺负米酒啊？我没有说米酒怎么样，我只是说那个你也好，你就回好就好。不是米酒要套，你们知道吗？可以喝米血啊，就是加雪碧。米血。
尽量不要套那个气泡的啦，因为有气泡的话，其实它会比较容易加速酒精的吸收。对，我就是要嗨啊！没有嗨，加油！加料好了，忘记这边是医生，这边是渔民，酒鬼兼渔民。所以你还记得之前不是有说在超商不是有卖什么私生酒？不是什么那个什么9%，对，其实9%它就是那个气泡的嘛，而且它里面又是那个，其实它是用伏特加当基底，然后甜又再加上气泡，所以很容易就忘掉。就是为了要嗨，而且我跟你讲，7%或9%一定要插吸管。哦，对不对？而且为什么这样比较更能够吸收吗？更快啊，更能进入状况。对，我之前在大阪的时候，就跟我一个同梯，然后他们就说他在大阪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你只要半小时喝了3瓶，你就一定会进入状况，进入另外一个，就是会迷失方向、迷失自己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吃完烧肉的时候就想说好啊，那试试看这样好了。结果我们真的喝完3瓶，哇！等我起来的时候，我是早上在那个地铁站的门口哎。然后我同梯也在旁边呢，我就叫醒他，然后他一起来的时候还跟我说，这个都市传说是真的。喝了什么？7%或9%那个，就是9%，然后你一次喝了3瓶，怎么会这样？但是我确实有喝到，就是身体也是有出状况过。你怎么了？应酬到胃糜烂。哎呦，因为之前我是个人经纪，那个人经纪我就必须要常常去跟人家应酬，然后就我有听人家讲说，你一定会挑到一个是适合自己的酒，就是不太容易醉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决定说，每一次应酬我就喝一种酒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慢慢喝。因为其实我以前不太喝酒的，以前我大概就是1、2杯我就倒了这样子。对，是哦，就是以前都是要一杯2杯去计算，现在是那种用以天去计算的那种。对，去计算。然后后来对，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胃好痛哦。然后可是心里想说，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胃痉挛之类的，然后我就跟我妈拿个胃药，想说拿了胃药之后应该就没事了，我就再继续休息。可是我在休息的时候，真的还是继续睡不着，然后也开始盗汗，然后盗汗到整个就是哇，我是完完全没有办法自己起身的，对。然后后来我就到了医院之后呢，然后我是一直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才去。就是去照胃镜啊，他那个时候就直接这样子进去，他还这样说，哎，经过你的食道，他说这样会痛哦，我说好，这样，我还是有办法回应他这样子，然后一到胃的时候，他就说，哎呦胃糜烂，你胃糜烂这样子，他说胃糜烂就有3种方式嘛，一个是。可能睡眠不足、压力太大，然后要不然就是吃药，然后再来就是饮酒过量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朋友在旁边就说饮酒过量，就帮他已经帮他下好诊断了。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花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去就是治疗我的胃，然后可是还是会。我觉得有后遗症哎，就一直影响到现在。你是说影响那个胃糜烂？对，因为到现在我肠胃是真的算是不太好，很脆弱，就很常会胃痛，伤到。好 ，OK， 但是还是要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就是这个酒量。训练酒量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喝了酒就是脸会红啊，心跳变快，心跳你就会呼吸喘，他就说我是不是不能喝酒，应该要练一下。但有一种人是不可以这样训练，就是真的对酒精过敏的人那有很多人以为说过敏就只是可能比如说打喷嚏啊，或者皮肤痒这种，可是其实有很多人对酒精过敏是会影响、会致死的。因为当我们对这种物质过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黏膜都可以肿起来，这种叫血管性水肿，所以包括我们气管也会收缩，那我们喉咙这边也可以肿起来。很多人你应该看过，有些人喝酒开始会有点像咳嗽，就是叫一直很想要清喉咙那种。其实那就是他的气管开始收缩，他只是没有完全塞死让你死掉所以你很严重的，你这样一直练，他每一次就会过敏的更严重，有一次就会死掉了。对，所以这种是要很注意，就不能这样子练出来。过敏的人自己会知道吧？医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阿美族啊有一个血型叫做米田包血型，然后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很多人就会一直狂灌我酒，就说你是有米田包血型啊，那你一定更会喝，就是我们血氧含量可能比较高一点，还是什么的。
但是血氧含量其实应该跟酒精跟酒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通常我们还是看肝脏的那个解酒的那个基因。那有没有一种说法是容易脸红的，或者是不容易脸红的，哪一种比较容易醉或是不容易醉？因为我喝酒我不会完全是看不会。我们也不会，就是你，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可以喝很多。所以脸红是怎么来的？脸红是因为我们亚洲人，我们蛮多亚洲人有缺乏一个基因，就是代谢这个酒精，所以它就会很快的散布在我们皮肤。所以理论上的确比较会容易脸红的人，酒量是比较差的，因为它代谢酒精的速度是慢很多的。我只要一杯就红了。你哦？对啊，因为你不常喝。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容易红，很容易醉，很容易吐。现在到这年纪根本。这3个都没有出现。那你很容易红，那你后来有没有就比较不红了？我一直都算蛮红的啦。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还有一条，对不对？来，请看解酒都市传说。来，大家都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赵哥有一句话要说。哦，哎呦。自以为提神啊，越用越糟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常常就是有局可以喝酒嘛，然后又工作压力大，尤其我们做这一行的，怎么可能会不喝酒？开工拜拜啊，都要喝酒啊，杀青啊，喝酒啊，还是公司同事啊，都会喝酒的。所以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喝醉，但是有个问题来了，你隔天要上班啊。对。你有本事，你喝醉，你明天上班不要出状况啊。这才是叫厉害啊！要不然你动不动喝醉，隔天都要请假干嘛的？人家久了也觉得你这个人也蛮糟糕的。所以那时候就会担心，尤其是我记得那一次也是这样，隔天要上班，而且是要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我们前一天是帮同事庆祝生日，但还是最后也是受不了，是喝醉。但隔天的这个开会，你不能是那个宿醉的脸啊，你知道？对啊。所以那时候心里面想，没什么好说的，赶快。早上10点开会，我们大概9点就开始，一样提神饮料，先喝1瓶，喝完以后再喝解酒液。还是死性不改就对，死性不改，一直喝一些解酒液。我有胃药，解酒液喝完，胃药来不及了，不可能胃药，再喝那个 espresso 2杯。直接下去，咖啡2杯啊！这样子的话，过会进去公司以后，我应该是整个容光焕发啊，眼睛都来了，眼睛是亮的，眼睛带光啊，啪啪啪啪，应该是这样。啊，就这样喝，车子开到还不到公司，路上一半，我就开始觉得，哎，我全身开始冒汗。但是我要撑着，我不能临时请假。我那时候小咖，小咖怎么可能就跟他说对不起，哎，我们会议改下午再开。我不是 leader 啊，对，是硬撑到公司以后，哇，我只知道我那个汗哦流到一个不行，然后呢，我开始胃啊有很像那个抹布啊在扭那样子那种感觉，就开始在转，哇，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那个。开始就冒汗，冷汗，开始整个就开始会抽筋，然后我只记得我赶快先坐在我要开会的那个位置上面，对，然后因为我有戴帽子嘛，我习惯那时候都有戴帽子，就头低的这样撑着，我在闭目养神，我希望赶快过去这个事情，对，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想，哎，对，我要去喝水。喝水可以缓解我刚刚吃那么多都是提神的东西排出去嘛，对，我就赶快又起来，又到公司茶水间，好去弄的开水，不喝还好，这一喝就像那个新加坡那个鱼尾狮一样，啪，哇，整个爆出来了，那时候才知道已经一切都来不及。然后那时候我整个人瘫在那个茶水间那边，整个人是软弱无力啊，你知道？然后有同事那时候开始上班就来说，哎。怎么了吗？你宿醉？我没事。我说我要开会，我才赶快借故，再跑到那个会议室里面，坐在那边硬撑着。整个会议开完下来，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我自己根本不知道。
根本就没在记。哎呦，这个太伤了啦，这个伤身体呢。没办法，真没办法。可以这样解酒吗？不行啦，对不对？对，因为其实这种肚子痛要小心。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案例啊，30多岁的男性，他可能前一天也是喝很多，又吃烧烤这种又炸物、高油脂的东西，就他可能隔一天觉得胃好像怪怪的，那也是一样，可能喝点胃乳、吃点胃药啊等等，然后到第3天他就觉得很怪，而且他整个肚子痛、胃痛，他就觉得反正就肚子这边腹部怪怪，然后痛到背后去，他就对，他就觉得这样真的不对，然后就开始又疯狂的吐，所以后来就来医院挂门诊，然后那时候我一看就觉得好像怪怪，就赶快叫他去急诊，后来我就赶快去查他的病历，就他是急性胰脏的发炎。哇，这个很严重，可能会致命的。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真的可能有宿醉的情形，肚子又很痛的话，那又是疯狂的吐啊等等，你会发现这个痛可能跟你以前拉肚子或者是那种肠胃炎不太一样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呢。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症状嘛，比如说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全身酸痛。对，是不是这样？对，有一些症状。然后有些的话更严重是，之前还遇到一个中年男子，然后他也是喝到，反正就挂，然后可能回家就躺好久，躺很久之后，然后长时间没有移动，就后来隔天起来发现，大家的尿可能通常都是黄色或者是白色，他起来是深褐色的，哇，然后他就嚇死，他还以为是血尿发作或什么之类，就一到急诊去做个检查，才发现说，原来他是横纹肌溶解，肌肉喝到横纹肌溶解，对啊，因为他可能那个量又喝太多，整个挂，然后挂之后他又躺着很久，又没有什么移动，这会横纹肌溶解啊？对啊，压到哪一个身体上的肌肉是？其实通常来讲的话，通常都是下肢的肌肉会比较多，因为我们正常人在睡觉，我们就算没有意识，我们大概2个小时会自己翻身，对。但是这种睡死的状况，你是可能就而且常常都睡在路边呐，很硬的地上，然后你又大概睡了7、8个小时，这时候就会压到，都没有在动，对啊。就会压到横纹肌溶解，对，这个都有可能会发生哦。对，所以大家也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翻身的能力啊，对，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没有了。OK， 那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解酒？正确的解酒方式是什么？对，其实我觉得当然还是多喝水啦。尤其是说，其实我觉得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当然说大家要嗨啦，那嗨的话一定是一直灌酒，但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中间当中可以搭配一点水分。在喝的过程当中就不停的补水。对，就先补这样会帮助到肝吗？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帮助到自己不要醉的那么夸张，因为通常我们在喝大量酒精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容易脱水，那这个脱水的时候酒精浓度就会上升，所以你就会容易懵掉，会醉掉，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再加点水进去。对，通常来讲，比如我们可能喝一个小的 shot， 那你大概就补大概2倍到3倍的量的水分进去，这样子搭配水。有这样的人啊，不是你这样子有习惯是喝一杯，这样就很容易一直去上厕所啊。那就去啊。我冒昧问一下欧医师，那你喝醉都怎么弄？你都怎么解决？我喝醉吗？这算是冒昧吗？你这个态度算是冒昧。我冒昧问一下，你喝醉你怎么弄？会怎么处理？没有，应该是说，当然我刚刚还是一样，就是在酒之前嘛，对，喝酒前我还是会尽量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避免喝醉。对，但喝酒的中间，其实我觉得可以搭配点甜，什么蜂蜜水，对，那种甜的。所以甜的话，其实还可以延缓酒精的吸收啦。对，但有时候真的喝太嗨了，喝到后面哇，真的喝太多，回家真的是晕的时候，我有时候当然除了大量补水分之外，那可能就是还是会吃一些保健食品，比如说维生素 B 群、镁、C 等等。对，这些其实都可以。还有像牛磺酸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种叫谷胱甘肽等等，这些都可以。你说的甜。除了蜂蜜水，那甜食呢？甜食其实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喝到一半可能吃点冰淇淋，其他这些都可以延缓酒精的吸收。对，所以其实这些都可以。我想要解酒，喝可乐、沙士，然后加薯条，是不是也可以？因为现在有一个都市传说，有一个都市传说是喝雪碧。可乐雪碧啦，想说什么57条的吗？饮料，然后喝雪碧就会解酒。不过这也是因为它是甜的东西嘛，甜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对甜的关系啦。对，那有些人是说，可能他可以喝点热汤，他觉得好像可以解酒，但热汤其实只是让自己的胃比较舒服而已，其实还没有办法真的达到解酒的功效。解酒汤也是一样吗？对，解酒汤其实大概也是类似，只是舒服而已。对，但刚讲到蜂蜜水，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哎呦！就是解酒解过度，我觉得差点去
跟蜂蜜水有关。Oh my god！ 因为我也是有一天也是喝到不知道清晨几点，也是大混酒，然后我那天一样就是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在沙发上就是整个人就是明天要上班要上通告，然后想说我要怎么样隔天我会舒服一点，因为现在宿醉都好严重。然后我在那边滑手机，就跟我朋友讲，快，你上一次好像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好像说你阿嬷有一个偏方超有用的，然后有啊，你就热水加蜂蜜再加姜下去，然后拉来这样子，你把它喝掉，然后它就会瞬间解酒。然后想说他就这样跟我讲嘛，然后我就一杯热水，然后姜我就想说他也没跟我讲多少，那你要有姜味就势必要有一定的量嘛，然后我就加这样子一节，然后还把它就是敲一敲，为了让那个姜汁出来，然后蜂蜜我就挖了一大勺进去，就想要拉来，然后再剁一剁，然后一杯下去之后，哇，怎么了？舒服？燃烧，整个胃烧，超辣，你知道那胃整个瞬间是胃烧起来啊，烧起来，然后它是那种在烧一边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已经持续大概快要1个小时，我又说你阿嬷这一招到底有没有用？他说很有用啊，以前我爸喝醉回来，我阿嬷都在那用啊。我说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快要去见你阿公了，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你是加多少？我说你没跟我加多少啊。然后想到哇这个人超不靠谱的，我就半夜又问了一个朋友，我就说拜托你跟我讲要怎么解好不好？我明天要上班，现在时间能睡的时间不多了。然后他说：“那你刚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一遍。他说：“哇，那你时间真的不多了哎。”他说：“你现在就是要一直疯狂大量喝水，然后赶快去尿尿。”他说：“没有人在用这一招的，然后这一招根本就是只是在破坏你的胃黏膜还是什么。”哇，我那一次真的吓到一个不行。然后我那一整晚等于我根本就没睡，我一直在喝水尿尿，喝水尿尿，然后就出门要上工了。哇，吓死了！那个偏方真的不能乱信。对啊，像这个什么对姜、蜂蜜加水这样 OK 吗？不 OK 啦。其实蜂蜜水跟姜是 OK， 我只是觉得它量太多了。对，因为姜很多的时候很辣嘛。对，那你而且喝完酒胃本来就会比较敏感，然后而且你太多甜的时候，有时候胃酸会分泌比较多，所以它应该是一下子胃酸，所以胃就开始不太舒服这样。其实加一点点就好。那蜂蜜水是因为它本身有糖分在啦，因为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其实很容易低血糖，所以你其实加了甜甜的，而且因为甜甜的你比较可以喝比较多的液体。因为真的要解酒，其实就是要大量喝水。可是因为大量喝水，大家通常没有办法灌那么多水嘛。加一点有味道，你加一点有味道，你就是慢慢的可以喝比较多。没错。好，我们还是来问问看 Sophia 营养师，到底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在喝完酒之后可以帮助解酒的，有吗？很多人喝完酒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要怎么去解酒。那你们知道喝酒其实最辛苦的是谁吗？不是旁边照顾我们的那个人，是我们的肝脏跟我们的肠胃道。所以像我自己喝完酒，或者是我在诊间，我其实都会建议我的个案，喝完酒当天除了像欧医师跟曾医师说的，睡前可以多喝水之外，隔天可以帮自己煮一锅汤，很简单的汤，像这一碗解酒汤，里面它其实就是有花椰菜。十字花科的蔬菜，还有一些保肝的功效，所以像是花椰菜，吃起来有一点苦苦的，绿的还是白的花椰？绿的花椰菜。然后或者是说像是芥蓝菜，这个都可以有保肝的功效。对，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加南瓜跟胡萝卜，里面也有一些植化素，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去抗氧化。对，花椰菜、南瓜、胡萝卜。等，我问一下，这是你煮的吗？这是 Sophia 医师煮的吗？是怎么了？为什么？对啊，那还不错，好喝。这味道蛮好的。以为你要找他麻烦。怎么？对，我觉得味道蛮好的，怪怪的。调味呢？通常我会通常就是食物你可以每一个大概100克左右，但其实看你旁边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喝。如果你朋友跟你一起宿醉，你就可以多煮一点，大家一锅汤一起解酒这样的概念。可是只要加盐巴就好了吗？对，加一点盐巴，因为其实喝醉之后很容易像是电解质失衡，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像是盐巴，补充钠。那蔬菜里面它自带一些钾离子，所以钠钾就可以平衡。对，那除了像是这个的很简单，其实这个食材你们在市场上或者是在超市都可以买到。对啊，对。然后其实比如说像是很多人喝完酒会去吃凉面嘛，味噌蛋花汤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味噌蛋花汤。
那个味噌里面它也是有一些钠含量，所以可以帮助你钠不会有脱水的状况。哦，对，还有蛤蜊汤也是。蛤蜊汤也有帮助。蛤蜊汤里面，因为蛤蜊有一些像是锌啊，帮助你胃黏膜修复的，还有牛磺酸，刚刚那个赵哥有说到牛磺酸，这些都是可以去解酒的概念。那我们现在没喝酒，喝这个汤的意义是什么？帮你好，我去帮你买一瓶过来，然后你再喝好不好？不是，你刚刚不是说有自带酒吗？下一次你就知道怎么做啦。哦，光这样喝也不错嘛，对不对？可以当做养生的概念。对，是吗？也可以养肝，对，养肝这样。然后它是再说一次，它是哪些蔬菜？像是吃起来有一点苦苦的，比如说像是花椰菜、芥蓝菜、青花菜、高丽菜，甚至你可以加一点洋葱，洋葱里面的硫化物这些都可以帮助抗氧化。哦，那如果你想要补充蛋白质，有一些人他会直接去买排骨，我稍微烫一下，把血水烫掉之后，蛋白质补进去，又可以有蔬菜排骨汤，对，没错，感觉好营养，好健康。对啊，也很好喝，而且它非常方便制作，很简单。好，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千万不能喝酒喝过量。是的，当然。这个太可怕了，因为很多人身边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大，他身体的状况不如以前，有一些毛病就会跑出来，而且很多人其实都是跟饮酒过量有关，走掉了。有的喝酒走掉很多，是，不然就是身体可能胃要去，有些人是什么胃要切掉啊，然后身体又要开刀啊什么的，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喝酒然后跌倒撞到，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对啊，我觉得酒局是会散的，宿醉会过的，可是你的身体如果留下后遗症，那就不得了，那划不来了，我觉得。是，真的，再次谢谢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分享，好 ，OK，好好照顾自己哦，谢谢你们，那很重要。